有请小赵。小孙，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有请小孙，有请。这样，欢迎两位啊！高中同学是吧？同级同校同学。哦，同级同校不同班是吧？对。在高中的时候有印象吗？有印象，但是他对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。高中的时候没有表白一下？就是即将高考的时候。啊，在那么重要的时刻你去表白啊？一开始也是不同意。那会儿没看上他？对。后来怎么落入他的陷阱里了呢？都是老乡嘛。啊。然后又在一个地方上大学。是同一所大学吗？不是，就离得不太远。就这样阴差阳错走到现在。哇，你用了个阴差阳错，好像不很满意哈。对。今天为什么来啊？在我的想法里，就是男生嘛应该让着女生，但是我感觉他没有。我今天到这儿来，我就是想知道，到底是他应该让着我，还是我应该让着他？这个问题好难答啊。他一打游戏，然后就带到生活中，影响我的情绪。就比如说吧，打游戏的时候，就是难免遇到坑队友。坑队友，你说你也不能对我吼呀。然后更过分的是，我带我闺蜜，想让你带我们两个上分，你为啥说我们手脑不协调，让我们回家说连连看？这样做是有我的道理的。玩游戏嘛，大家一个集体利益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小队。因为我是个代练，然后也是个陪练，然后我就会去指导他们。那你玩的也相当好啊。还行吧。然后我是为了带你们一起躺赢嘛，到最后说我肯定是十分气愤。你打游戏归打游戏，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，你不感觉你这样过分吗？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朋友，所以我才会说你的闺蜜。难道你这还不懂吗？我是为了他们的技术变好。你这叫指导吗？你这叫指责。你知道指导跟指责差哪儿了吗？差哪儿了？指导就是心平气和的说，但是他指责他就是大吼大叫了呀。打游戏都投机取巧，干嘛让他带着你们躺着上分啊？自己练。但是我想，如果他女神赵丽颖来了，他肯定不去骂他。赵丽颖来了，我也该骂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她是我的女神，我希望她变得更好、更完美，所以我要去说她，指导她。但是你没想过，一个女生，然后被你这样特别的丢人。而且她是我的闺蜜，她跟我最好。不是我就觉得特有意思一逻辑啊，我没想明白啊。我请教一下。好的。为什么我对你好，我非得骂你呢？我不是去骂，我去指导，就是脾气稍微大了一点。以后温柔一点啊，尤其对女朋友要好。行了，没事了。您别说，我还记得有一次，我的兄弟告诉我，女朋友在外面给他戴了绿帽子。我作为一个兄弟嘛，我肯定会看不下去啊。我们俩关系那么铁，然后我就去说了那女生一顿，我感觉没有做错，反而到他那里又说我。这是人姐两个之间的问题。你那个哥们儿也说了，他只是怀疑戴了绿帽，你看着他戴了吗？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我们俩是从小光屁股长大的，我相信他说的话，我就要去帮他说他，能怎么样？认为我是公平的。这是人家两个之间的问题，你自己的问题都没解决好，你还去处理别人的问题，你不感觉你管得太宽了吗？我这样做的没有错呀。那你也不能大吼大叫吗？还我大吼大叫？那有一次找你吃饭，你怎么样吼我的？那你也不能上后厨找人家打架去呀。我提醒过服务员，咱们4点钟到的，人家5点钟到的，饭都吃完了快走了，我4点钟到的，还没看饭长啥样呢，为什么我这么不受公平呢？这世界应该是公平才对的，他也是客户，我也是客户呀。你是找了服务员，找1次不行，你不会找2次，你好好跟人家说呀，你为啥非要大吼大叫的呢？我大吼大叫是想催一下，表达我当时的心情而已，因为我是公正的人。但是你的行为过分，你懂吗？不是你们较那真儿干嘛呀？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就再气愤，你是情绪会有切换的，你知道吗？双方父母应该都知道你们谈恋爱，对吧？对。怎么样？他们知道吗？啊，你妈挺愿意的。啊。他会来事儿啊，他逢年过节给我妈送个小礼物，周六周日跑我们家给我妈刷碗干啥的，我妈就跟他是一个战线上的。你不是挺好吗？但是他在我妈这乖兮兮的，他到我这儿就不是这样的呀。我妈不知道他真实的状态，我妈他真实状态，我看小伙子也不错呀。对呀，我也是感觉不错呀。他总是看不惯我呀。但是我就是感觉你不好，你凭啥就吼我呀？我是我妈捧大的。那个是要毕业了吧？应该大学。对。22，对吧？未来去哪儿准备？我现在考了一个教师证，我想着就是毕业了就去我们老家当个教师，然后安安稳稳的。河北哪儿的呀？玉田。哦，你呢？也回老家吗？
不是，我都是玩游戏玩的比较好，我就是想以后来做游戏主播。天天都想着没用的，你就总想着你一夜暴富，然后天马行空的。我怎么一夜暴富了？我认为我游戏挺有前途的。难道你忘了有一次，我攒了多久的钱呢？为你买个包包，到时候书剪给我剪了，拿剪刀噼里啪啦给我剪个稀碎，你就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剪包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是你有错在先。我为啥剪你包？给你打电话有急事找你。打了5、6遍你没接，最后1遍好不容易接了，我话还没说呢，您给我来一句，我打游戏呢挂了，然后就挂了，没有下词儿了。对呀，你有什么急事不能发微信吗？我以前给你发微信是小事儿，你都是两个小时以后回我，但是我有急事儿呀，我肯定会给你打电话呀。你有什么急事能啊？我感觉你没有什么急事一天呢。你在超市去买那个日用品，但是你钱没带够，你没有现金，你微信也没钱，你肯定是找我，然后给你转点钱。但是我也是呀，我想让你给我转点钱呀，你给我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咱俩现在钱不充裕吗？就因为我玩游戏现在没有玩得更好，没当上个主播呢。我认为玩游戏非常有前途，在我的大好年华时间，我打好了游戏，当了一名主播，你也说你20多岁是大好年，而你呢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就是想当个老师，我就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20多岁是女孩最好的年纪，我不想跟你这儿，哎，主持人他是从下午开始，比如没有课都开始打到凌晨4、5点，然后再睡一会儿，再爬起来上课，整天是这种状态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就你当老师，说20岁好年华当老师去了，天天当老师打对勾90分、60分、80分，这有意思吗？而我是拼搏，你明白吗？不，你那也没意思，你知道吧？我是在拼搏。你再拼搏也没意思，你凭什么说人不好啊？咱们不要再做职业上面的互相瞧不起和抬杠，没什么，你可以有你的理想，对吧？我问的是你们未来怎么考虑的。你可以当老师啊，你可以当游戏主播，不影响你们结婚吧？但是我就感觉当游戏主播影响我结婚。您说天天当游戏主播，肯定得天天打游戏吧？然后到最后那是他的工作嘛。对，到最后身体没了，你是要拿这个钱去买药吃吗？我挣的钱不一定有多少呢，以后为了你们而着想的。但是你没想过，你这个游戏，它只是你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有。比如说你现在20多岁，然后你到40了，你还有这精力，你还有这时间吗？这你就不知道，你也没问过我的理想。到时候我有钱会开公司了，你知道吗？还谁玩游戏啊？你是开代打公司吗？我真的主任就是抬杠，你会想想这怎么办吗？我真的还没有办法。我觉得你们2个人在性格上都有点小较真儿，对吧？想结婚吗？你想结婚吗？我肯定是想的呀。是想跟他结婚吗？那肯定是想和他结呀。你想结婚吗？我想。你是想跟他结婚吗？是。所以我说没什么大事儿嘛，你们还吵什么呢？但是我不愿意。那你不是想娶她呀？我是想娶她。那你啥意思呀？但我会比如说有一些空闲时间我会看呢，但是就你一个人做游戏主播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他留在老家是吗？对，就是你打累了的时候，你回家充电去看他，是吧？可以这么说吧。他为什么不能陪着你呢？就比如说我平时打一场游戏吧，在比如说玩游戏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把那个拿来，那拿来，我等会儿。哎，你把那拿来快点呢，我等会儿。”你有完没完啊？就知道玩，就这样跟我说。你们把这件事想清楚了，孩子啊。过去叫玩游戏，未来你是把它当职业的。打游戏作为一个职业太痛苦了。你玩的时候可能是这样的，你变成钱的时候，就真想做钱的转变的时候会非常痛苦。你想，如果你未来就选择了这个职业，对吧？我相信他不会再打扰你，因为那是你在工作，对不对？跟玩又不一样了。所以你都没想清楚，你们俩在这乱抬胡杠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现在我玩游戏也是挣钱呀，但是他还是在总和我吵和我闹。挣钱不代表是职业，因为你没在乎我呀，所以我跟你闹。行吧，别吵了。你们今天来到底是要干嘛呀？到底是要解决抬杠的问题，抬杠解决不了，把你们俩拆开了就解决了，对吧？但我又不想拆开又不想拆开，那你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我看你们俩其实也挺愉快的，都抬成这样了，你说你还要嫁他，他说他还要娶你，那你们要干嘛呢？虽然是抬杠归抬杠，但是心是在他那儿。比如结婚了，还是天天这样过日子，我感觉到最后，也许真的很有可能还会因为一些琐事，听明白了，到最后知道了，2个人都想在家里做老大嘛。抬杠的目的不就是我是正确的，听我的吗？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给你们分析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
我觉得你俩特般配，你们俩性格上非常的协调。但男生有一个问题，你逮谁跟谁发脾气，逮谁骂谁啊，还想骂赵丽颖。你问过赵丽颖的意见吗？而且你自己有一个神理论，就是我骂你是为你好，其实你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情绪而已。在吃饭的时候跟人家吵架，你刚刚跟我讲了一个词叫公平。孩子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是相对公平的。我们努力的去创造绝对公平的环境，但是我们现在依然在路上。所以，如果你拿着一个公平的理论放在这儿，然后只要是违背你思想观念当中的公平原则，就要去骂的话，那这个世界上你要骂的事情太多了。当你的这个骂碰到了另外的那种非常极端的人，他需要用武力去解决的时候，你就又处在另外一种危险当中了。有一个名词叫垃圾人。你如果真的碰到他们，而你又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结果非常的显然。所以人不应该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，要懂礼仪、懂礼貌、懂正确的表达方式，而不是所有的事情跟你爱的人、跟你不爱的人、跟陌生的人全部都用骂来解决问题。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。当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，你是优雅的；当你能控制你的心态的时候，你是成功的。而显然，你对于对方的距离还太遥远。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其实一直都在你们这样彼此打打闹闹、吵吵闹闹当中和谐的向前发展，这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。你们已经认同这种相处模式了，事实上。而未来的规划，没有人会告诉你到底是应该去小城小镇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好，还是去外面选择一份没有结果、未知的事业进行挑战更好。两个人都愿意在一起，就是更好。所以爱情方面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，但性格方面需要调整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曲总。其实听你们抬杠了这一整场啊，没听出什么大问题，但是我想了几个问题。你们为什么互相这么抬杠？其实你们现在感觉就是没有问题，我也要制造问题，显得你们之间啊有很多的共同话题。你们之间是很多的交流都没有营养，这种营养呢，并不是这件事儿本身，而是这个营养对于你们感情之间的增进有没有营养？没有。你们真是跟谁都抬杠吗？我感觉在外面没有什么，就是一在他的面前，你就喜欢跟他抬杠，就是吵起来。不敢跟他母亲抬杠吗？如果你在打游戏，他母亲说来一下，你不赶紧放下手中的这个游戏，赶紧过去吗？对不对？你在他母亲面前你是会做事的，为什么你要跟他抬杠呢？决定于你们俩恋情能不能往下走啊，中间必须得出现个事儿。而你们在抬杠的过程中呢，谁先放手，谁先服软，也就是他说的谁应该怕谁，那会儿才能决定感情能不能往下走。因为你们之间没有过说谁怕谁。如果不抬杠就是我怕你了，怕你什么呢？是怕你生气，怕你伤心。你们现在都没有，谁先服软，你们的感情说明就能往前走一步。如果感情当中谁都不服软，谁都觉得谁应该怕谁，那么你们的感情很快就会分解了。出几件大事儿就考验了谁先不抬杠，谁先说我们别吵了，我们把这事儿给规划一下，那说明谁就先成熟了，好不好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刚才左岩老师说觉得你们俩特别的般配，其实我有相反的态度。你们彼此在一起真的是一种消耗，没事儿你们用一种彼此抬杠、彼此争执的方式把两个人贴在一起，但是一旦有事儿的时候，抬杠解决不了问题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共同面对事情？
我觉得你们俩从来没有这个准备，或者说我不认为你们两个有能力去共同面对事情，甚至你们俩都没有学会共同面对生活。能坐下心平气和的聊天吗？能共同简单的分享我们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吗？我不觉得你们有这样的能力。你们之所以这么久还在一起，正是这种相对激烈的方式彼此缠绕着走到了今天。但一旦生活将来趋于平淡，你们的爱情往哪里安放？一旦出现了重大事件，你们的心能往一起走吗？能经得住考验吗？人的大脑中有一种叫镜像神经元，这个是推动我们人类向前进步的，就是人会模仿。你抬我一句杠，我回2句；你发脾气，我比你还发脾气。你们俩就彼此在这种镜像神经元的互动当中，脾气越来越大，甚至不管不顾在外边也发脾气。所以我说你们是一种消耗，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一样。你们不觉得，哎，反正我们吵吵闹闹就这样过下去了，实际上消耗到最后，2个人都在受伤害，都在退步，都没有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。如果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有营养的感情，我们是在互相模仿互相成就的过程中在进步。你看他包容，哎，我也忍忍自己的脾气；他上进，哎，我也少玩会儿游戏；他对生活有规划，那我也不能太落后，这样才能进步啊。所以我觉得今天固然分不开，但我不看好你们长久的发展，也希望你们在这种消耗当中能够想明白真正有意义的生活，有营养的感情，能够成长的关系是什么。我希望你们快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杨老师。宁叫一个抬杠的鬼，也不叫一个嘴甜的贼。我说这句话指的是女生。我觉得女生是相对直率的，你应该不是跟谁都抬杠，你善于直话实说，是吗？对。但是男生喜欢怼人这一点，我倒觉得有些细节上是我不喜欢。你仔细想一想，你怼的都是弱者，比如说怼服务员啊，比如说怼她闺蜜啊。但凡是强者，你多半都不太敢怼，是个欺软怕硬的人，而且还是个见风使舵的人。所以他在别人面前是个样子，在你妈妈面前是一个样子。我觉得这个男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伪君子，会有一些不真实。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2个人之间的吵架的问题，吵架可以强化彼此的感受，最关键的是你会发现这个男生他有2面，截然不同的2面，而且其实在于你的相处过程当中，他对于你们将来的规划以及对你的真心好像都不是那么的透彻。生活过成段子本身没什么，但就像曲伟说的，段子本身得要有生活的沉淀和营养。但是你们这样互相蔑视对方的爱好、工作，每次吵来吵去都是因为一种情绪所致，而没有真正生活的探讨，我觉得这段感情的含金量低了很多。你此时此刻要把你母亲所有的意见和对她的印象都抹去，你去好好想想，在生活当中她对于你真实的爱的付出到底有多少。但不管你们在不在一起，我都建议你做你的老师，他去打他的游戏。你们需要一段时间来回顾这段爱情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知道抬杠抬归抬，情感还是在的。你们有了更多的选择的之后，我希望你们不要在这个选择里面放太多的功利心。这个功利心是什么？所谓的挣大钱成大名。如果不成呢？就你现在压上了所有的东西，你不是因为热爱，而是因为它有可能在这个时代或者这个阶段让你成大名或者挣大钱。如果不成呢？如果不成的话，知道我拼搏过了，我无怨无悔。哎，你看，叫无怨无悔。那么第2个问题出现了，你在这个路上，可能你丢掉了你太多人生最贵重的东西。女生也应该想清楚，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交往的这个男朋友，在他这个阶段的人生价值里面，最重要的是他的自我成功，不是你。那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段感情，你来做决定吧。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
其实说实话嘛，我玩游戏也是为了我的梦想，而我即使是成功了，不带你去，也是怕你打扰我，或者是我耽误了你。因为这条路我知道不好走，到最后很有可能一无所有。我不希望你去陪着我那样过日子，我只希望你好好的。还有就是希望你多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，不要再吵。我最难过的就是你把别人看的都太重要了，然后你反而忽视了我。其实我心里是真的有你，只是你认为没有时间陪你而已。放假了我的未来，飞向大海，这个爱请亮灯吧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就最后一段我看的还挺有感触的。你真要去追梦的时候，你就别招惹阻碍你追梦的一些东西，因为人的精力就那么多，当你全心全意去追求的时候，你总会辜负一个人。很多人说我工作和事业能两全，我基本认为这件事儿就不是特别的靠谱。为什么不靠谱？大家可以仔细想一想，你的时间就那么多，你的精力就那么多，你怎么可能既顾及了这个又顾及了那个呢？所以大家想，你不要说生活当中你可以得到一切和所有，那是不现实的。收起那个贪婪子，来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？以后的日子，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牵着你，我会送了你要都决定回来了，你就乐呵乐呵吧，生活的别那么紧。我决定在一起，那我就意味着我今天为我的决定负责，开开心心的，好不好？别那么拧巴，知道你们现在分不掉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话筒，有请。我以后会对你好。你的爱最里软弱，怎样的理由？原来在你眼中，你总。你猜为什么总推我呢？来吧，谢谢。珍惜眼前吧，好好经营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回。啊。